现在交代出来的这一点就是缝降肌，在这个位置呢，它穿插关系是这样的：这里是阔筋膜张肌，这里是大腿肌肉，这里是缝降肌，这是髂脊，这里是髂前上棘，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穿插关系。然后我们再回到正面的图，我先来看一下它的大腿根部内侧的肌肉，我用线条来交代这个肌肉的走向和它附着的位置。从耻骨这个位置长出来的肌肉呢，基本上都是向后走的，走到这个股骨的后面。从侧面看上去的话，你看它往后走，往后走。然后我们找到髂前下棘，从这个位置出发，向大腿的前面延伸，这是大腿正面的肌肉，这就是我们大腿前侧和外侧的肌肉。然后我们继续看，从髂脊到大转子之间的肌肉，到大转子的中间，然后还是从髂前上棘这个位置出发，它有一条是往里走，往里转，是一直走到大腿内侧的。从侧面看上去的话呢，大腿正面肌肉是在这里伸出来的，从髂脊前端到大转子的前端，这是我们这个臀胯部外侧的肌肉，后面这是我们肌肉的分布规律。那么接下来呢，我用这一半画一下它的肌肉的形态。我们先从外层的开始画，这里是阔筋膜张肌，从髂脊的前端一直到大转子的前侧，挨着阔筋膜张肌往后走，这一块就是臀中肌。那么在这张图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就是阔筋膜张肌，挨着它往后走，这一块就是我们的臀中肌。然后在这个角度，我把那个臀大肌画一下，臀大肌也是紧挨着臀中肌，对臀中肌呢有一点遮挡，盖住一点点。臀大肌是一块非常厚实的肌肉，体量比较饱满。它往下走呢是连接到股骨上，在这一端它有一部分连接到股骨上。然后我们再回到正面，从髂前上棘的这个位置出来一条非常长的肌肉，细长条形的肌肉，它也是我们整个人体当中长度最长的肌肉。这一条叫缝降肌，这条缝降肌是从髂前上棘，也就是前侧，然后逐渐的走到大腿的内侧，它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从阔筋膜张肌和缝降肌之间的这个缝出来在这边也就是从这里出来，就是大腿部的主要肌肉，这个叫股四头肌，咱们暂且把它称为大腿部肌肉。然后我们从侧面这张图上来画，这就是我们大腿部的肌肉，腿后部的肌肉也给它带上，这就是我们臀胯部侧面的一个全貌了。现在交代出来的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缝降肌，在这个位置呢，它穿插关系是这样的：这里是阔筋膜张肌，这里是大腿肌肉，这里是缝降肌，这是髂脊，这里是髂前上棘，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穿插关系。从正面的这张图上面来看，在耻骨向大腿内侧走，我们把它含到一起去看，这是一个肌肉群。我们从侧面的角度，这些肌肉就看不到了，因为呢，它被外侧和前侧的肌肉所遮挡住。然后我们再看到侧面，红笔圈出来这块叫大转子，这里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骨骼标记，在咱们身体表面有迹可循的一个重要的标记位置点。根据它，咱们就可以确定它周围与之相连的肌肉。咱们刚才讲了阔筋膜张肌，下面它并不是说连到这个骨头上，与之相连的呢是一个比较薄的肌腱，从这开始连接。然后这块肌腱呢，向后，它和臀大肌也有一部分融合，也有一部分连接。这个肌腱在咱们的大腿外侧，这一条叫髂胫束。从侧面看，隐隐约约也能看到它的一些形态。以上就是我们臀胯部正面和侧面的主要结构。